这条小路挺窄的，好在一路过来都做了硬化。门前呢有棵柚子树，那边还有几棵橘子树。通过和房东了解到，整栋房子的建筑面积接近有150平左右，然后加上院坝占地面积，差不多有4到500平，还挺宽的，算是独门独院的房子。这边啊，距离县城接近有16公里，距离镇上有6公里左右，交通是非常方便的。这边啊是土家族的村寨，每5天呢是赶一集，到镇里面买一些生活物资啊，都非常方便的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院坝的位置，可以看到整个院坝都做了水泥硬化，大概宽约7到80个平方左右。这是一栋木房子，总共有4间，那边是堂屋，两边呢都是卧室，这边还有一间，但是时隔多年没人居住。整个房子这一间呢已经是快要倒塌了，整个木墙板都没有了，上面的瓦片呢也到处都是漏水的。整个房子我们来看一下，大概它的结构呢保存的还算不错吧。以这个价格来说，我觉得比我之前看的那些房子好像更好一些。现在没人居住，大门也是敞开的，整个房子的进深呢接近5到6米左右，所有的木墙板都装修的还挺好的，大概楼层的高度接近是3.2米到3.5米左右，房子的进深接近是6米。其实平时坐在院坝就可以看到清水江的江面，就在那底下，从这边大概直线距离也就70-80米左右，平时就可以到江里面去钓鱼。房子呢，距离邻居接近有10多米左右，底下呢是有2户人家，那边呢也是住着老人，底下就是公路了。这上面呢就没有人家了。如果把这个进入院子的这条小路做到院门的话，这边就是一个非常私密的空间了。在这个院子里面养点鸡鸭倒是挺不错的。房子呢是背山面水，这边的海拔是230多米，到了夏天啊也是挺凉快的。其实，在农村建这样一栋房子都不止1.6万，那为什么农村人愿意花1点多万就可以把这栋房子卖出去呢？实际上，在他们的眼里，这样的房子是不值1分钱的。如果修缮的话，可能要花个7到8万，甚至于10万块钱才能够住人。如果要把它拆了，用整个木墙板立柱做柴火，还要请人过来还要花钱，所以说在他们眼里，这样的一栋房子是不值1分钱的。与其拆了把它搬走作为柴火，何不如1点多万卖给别人，他还可以收到1万多块钱，是不是啊？其实对于城里面的人来说，这样的一栋房子，独门独院，有小院，有院坝，然后有电有水，还有整个山林，门前的环境又这么好，可能是一个无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城里面买一套房，可能就是几十万，但是像农村这样400-500平的一个小院，就花这么多钱，其实想想还是挺值的。我们还是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套房子，大概它的装修需要多少钱吧。在我们湘西这边都流传这样的一句话：高门出大户。看这个门槛挺高的，大概到了我这个大腿的位置。其实跨进来挺不方便的。整个堂屋呢是没做硬化，都是这个土的地面，然后上面呢下了雨，整个地面呢是有点像坑坑洼洼的。我们也看到，这是土家族的房子，它的神龛是在堂屋的中间，逢年过节、清明都会在这边烧香烧纸祭拜的。这家人应该是在过年的时候还会回来烧香烧纸的。然后他们的火塘，之前我都说过，是随意的去安放，不像我们苗族呢是放在最右边的那一间。你看他们的火塘就在这里，相当于就在堂屋中间的位置。有的时候我又看在门旁边，所以土家族的
这个火塘呢，它是随意的安放，不像我们苗族是很有讲究的。因为我们的火塘背后呢，就是祖先供奉祭拜的地方，所以大家来到湘西啊，要区分土家和苗家区别呢，这个火塘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像这栋房子呢，从堂屋有一道单独的房门，可以进到这个卧室里面的，但是好像现在已经上了锁，没办法进去。整个房子呢，看整个木墙板都是这样子敞开着，大门也是开着。平时呢，主人家也不会回来，然后也没人在这边居住。这样的一栋房子我也看了，整个结构呢都还挺好。像这样的木墙板，虽然颜色比较深，重新打磨上下油漆，基本上还是可以使用的。以前啊，在古时候建房子啊，它是没有油漆的。我们湘西这边呢，盛产的是桐油，就山里面在那个桐子回来出来炼油，然后用那个桐油呢刷这个木头房子，保护这个木墙板，以免呢被虫子啊啃食。所以呢，刷来刷去之后，这个木墙板呢颜色就特别的深了。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，整个木墙板呢都感觉像黑色一样的了。所以说这个桐油呢，它虽然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，但是呢，它的颜色确实不那么好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道房门能够进去吗？也上了锁，应该从里面反锁了，没办法进去。包括这个门扣都是一种老式的，现在市场当中啊都买不到了。这个就挂一个挂锁，这个房门呢是从里面上了这个锁，进不去了。所以整栋房子大概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吧。按照我平时改造房子的一个经验，像这样的房子换掉整个屋顶的瓦片，把这些立柱、墙板打磨，然后地面呢再铺上木板，可能会要个6到7万左右吧，能够差不多装修的好。这里就是房子的左手边，然后村里面统一修建的一个卫生间在那块位置。以前这边啊也有一间的，也是常年没人居住打理，然后倒塌了。整个房屋大概的一个结构还可以看得出，背后呢是一些竹林，然后整个山林那一块是很宽的。其实刚才我说了，养鸡养鸭都可以往山里面放养，养出来的肉质啊也是非常好的。这一间外面的房门是打开的，我们走进去看一下，和堂屋是相同的一个尺寸，将近有20多个平方。以前这是一间卧室，可以看到这边还有床呢，有些桌子、椅子，那边还有些木柜子。这间呢是铺了木地板的，一家人当年生活的一些物品依然是放在这边。这里还有一个土罐子，挺大的，看起来像个古董了。然后这边应该还是一些衣物、被子之类的。那边还有个木箱，以前应该是一些嫁妆之类的，显得特别的凌乱。这个床感觉被子还铺着，是不是前2年还有人在这边住过？这边还有个娃娃，他们家小孩的玩具。这里还有2罐牛奶呢。我发现这边有一袋花生，将近有5、6斤，包装还没打开的，感觉应该是熟的，可以吃。2.5公斤，应该放的时间比较久了。我们还是不打开，给它放回原位吧。这里有个皮箱，我们看看里面有些什么。有毛线，这里应该是这是老人过世的那个孝帕，在我们这边是这么说的。我们再看看这个木柜子里面有些什么，空空如也，啥也没有。为了给大家看一下这栋房子里面有些什么物品，不小心踩着那个楼板的时候，把那个板子给踩断了，然后脚呢
踩到里面，看这边划了一道伤，好像有点出血了，好痛啊！这个时候，这个脚啊，好痛啊，一瘸一拐的。门前的这块空地也是他们家的，大概是一个差不多三角形的形状。这边给它开垦出来就可以种菜的，里面现在有柚子啊、橘子树，还有一些杂草，大概宽有100多平吧，接近200平左右，还是挺不错的。那这样的一个院子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尤其这个价格1.6，不贵吧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那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